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《沧海传》不仅是主角的成长史，也是肖战的。在这样一个以复仇为主线的故事里，肖战饰演的大男主沧海，无疑是很特别、反套路的一个。6月3日，《沧海传》优酷收官礼当晚，该剧云和正片有效播放市占率达 37.9%。他不开金手指，没有万贯家财和无尽人脉的助力，刚潜入侯府时也受人欺凌。从小幕僚做起，一步步往上爬时，也顾不上男儿膝下有黄金，经常说贵就贵，充满了打工人命苦的班味儿。他的武力值也几乎为零，时常要靠别人搭救。在后期射杀平津侯时，竟然抄起一只弩，鬼祟祟地爬上城墙伏击，一顿操作猛如虎，一看战绩0-5，被网友戏称为脆皮射手。让肖战来饰演沧海一角，是剧方最明智的选择，不是因为他的顶流身份，而是因为他的确适合。他能演出文官的书生气和柔弱感，也能演出谋臣的志气和远超出年龄的城府。你在他的眼神里又能看到这个人物的真挚和善良。为何这样的人设最终能成功上位，寻到当年被灭门的元凶，并将3大仇人一一干掉？倚仗的是他的步步为营的谋略，以身入局的胆识和破釜沉舟、向死而生搏一个真相的魄力。《沧海传》不是一部爽剧，是小人物的成长史。观众在追剧的过程中，会很容易被沧海牵动情绪，担心他的处境，他会不会突然暴露？他竟然真的主动暴露，他竟然又能圆过去。这样的剧情走向和处理方式，与我们以往看到的大部分权谋和复仇剧是截然不同的，可谓是不走寻常路。与此同时，在剧情设置上，每一集都能留下钩子，吸引观众追看下去，也是《沧海传》的精妙之处。其中最令观众心心念念的，莫过于谁是面具人，谁又是第三人。当然，在这些钩子里，的确有些细节之处不太经得起推敲，但好在大方向上没有特别明显的 bug， 瑕不掩瑜。在剧中有多处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名场面，沧海被迫要给太后殉葬，却成功自救的那场戏，曹公公打鼓唱昆曲，平津侯主动被儿子庄二斩杀的那场戏，还有最终在冬夏，沧海与第三人博弈，利用壁画的气味产生的幻觉，令第三人下线的那场戏。其中，沧海与平津侯黄觉饰演的关系是本剧的一大亮点。沧海在一路升级和寻求真相的过程中，忽悠最多的人就是平津侯。他从高明师傅梁超氏那里学到的8成骗术，几乎都用在了这位武将身上。两个人的数度脑力交锋都张力十足，让人看得直呼过瘾。好几次平津侯都无限接近真相，却始终被沧海进一步给忽悠过去了。讲真，作为观众眼中的一枚大庸魅魔，肖战饰演的沧海属实是太貌美了，这让他无论使用攻心计也好，苦肉计也罢，最后看上去都像是美人计。黄觉老师，答应我，下次不要再被年轻貌美的男孩子骗了，好吗？正如肖战此前在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说的，惊险、刺激，你能想到的，我们都有。谈到他眼中的沧海，肖战表示，沧海是一个很复杂的人，很难用一个性格去概括。他既有复仇的那种决心，但是也有人性里面最柔软的部分，他都拥有。没错，《沧海传》有复仇，有权谋，有博弈，亦有生活化的细节和情感表达。悬疑主线的反转又反转，固然能抓人眼球，但真正令观众走进角色内心的，反而是那些或温情或柔软的细节。在故事的后半段，笔者最喜欢的一场戏，是得知培养自己多年的安宫面具人，正是自己苦苦寻觅的第3个仇人时，
藏海在书房的那段哭戏，不同于一些尽情宣泄情绪的大哭，肖战在这场戏的处理上，哭的收敛却很动人。那种10年来对复仇的执着，和恩公对他的养育教导之恩，加上突然得知真相的震惊，刻在心底难以磨灭的失望和难受，分寸感拿捏得很到位。说起与过往拍摄古装剧的区别，肖战在接受人民日报专访时表示，主要是表演方式上的改变，在很多时候要收着一点，他又不能太浮夸，但是他又不能没有。有时候拍完一条，也会去监视器前跟导演讨论，说这个度行不行，要再出来一点，还是要再收一点。只有用心思考，揣摩角色，反复斟酌，才能在那一刻与藏海达到神形合一。这一点，肖战做到了。相信在看过《藏海传》之后，许多观众会对肖战改观，他用演技撕破了以往的标签，突破顶流这2个字的束缚，让人真真正正看到了一个演员的成长和蜕变。虽然剧集一开始的宣发点是大男主复仇，但《藏海传》中的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闪光点，哪怕只是一个短暂出场、惊鸿一瞥的配角，也能令人心疼。比如武力值 Max， 又可爱又傲娇，还聪明绝顶，隐于异乡的香岸图。谁说大男主剧里就没有出彩的女主？我们香老板就是。比如让人恨得牙痒痒的平津侯，只身冲入火场救下藏海时，令人不由得想起多年前的那一场火。将一切付之一炬，早知今日何必当初。比如从儿时就给小伙伴们背锅，却至死都没有背叛第三人，还将自己的孩子们也托付给他的曹敬贤。儿时的阴影会给人的一生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。曹公公或许才是本剧最悲的那个人。比如对上一个大庸妹魔蒯夺一往情深，与他的儿子藏海短暂结盟，却为救女儿丢了性命的东夏女王。比如从小教藏海纵横之术，帮他搜集信息情报，兼任保镖，并进行心理疏导，照顾生活起居，直到最后骗过所有人，帮藏海逃离的师傅高明。谁懂在城门口师徒诀别那场戏时，我用掉了多少纸巾？正如饰演高明师傅的梁超在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说的，郑晓龙导演对表演的要求非常高，他不希望古装戏拿腔拿调，要生活化，首先演的是个人，要让观众相信你演的这个人物。除了在调教演员上，导演给足了情绪价值，在把控整部剧的画风上也是独具匠心。《藏海传》中无处不在的绝美空镜和中式美学，堪称是近年来古装剧中的翘楚。从大段大段的堪舆台词，陵墓中精妙的机关设置，藏海分析3大仇人时的动物皮影戏，还有决战前曹公公击鼓唱昆曲的节奏碾压，无不彰显了整个剧组的良苦用心和近乎完美主义者的自我追求。《藏海传》的结尾从3大仇人的儿时经历出发，把之前剧中埋下的许多伏笔给圆上了，且圆得不错。大家不妨2刷、3刷，细品其中关键。幻觉可以蛊惑人心，言语亦可杀人，但真正将这位第三人吞没的，是他内心最深处的贪婪、欲望和执念。与之相反的，是耗费多年光阴，学会操控人心，愿以身入局，但完成复仇大任后，亦不会贪恋权柄，随时可以抽身离去的对照组藏海，可以利用人心，却不被欲望吞噬，不恋权，持初心，存善念。或许这才是《藏海传》背后的意义，也是藏海这个大男主的底色。一场大雪让一部剧爆火，可能只是横店的一个传说，但一部剧的制作是否走心，观众一定能看得到。至于藏海，他将带着鬼玺前往何处？平津侯府迎来新的侯爷，看似温润如玉，实则心机颇深的新帝继位后，
又有多少搅弄风云的下一篇章？树欲静而风不止，这个朝堂风从未停过，故事亦未完待续。